又到了我们听故事的时候，把手机放下，轻轻闭上眼睛，让声音慢慢陪你入睡。今晚要讲的是一个活在巨大悖论里的和尚济公。人们通常认为高僧应当端坐佛前，衣袍整洁，神情庄严，与尘世保持距离。但在历史上却偏偏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人，他衣衫破旧，满身污垢，嗜酒吃肉，疯疯癫癫地混迹在市井之间，却被百姓尊为活佛。为什么在那个处处讲规矩、讲体面的年代里，偏偏只有这个最不像和尚的和尚，反而成了许多人心中唯一的救赎？现在找一个舒服的姿势，让我们慢慢走进这个故事。镜头需要先拉回800多年前的南宋临安，那是一个看似繁华却暗藏裂缝的时代。在西湖边同时存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边是香火鼎盛、殿宇辉煌的灵隐寺，高僧们身披干净的袈裟，闭目打坐，接受着朝廷与贵族的供养；另一边则是烟火弥漫的瓦舍勾栏，屠夫、小贩、苦力和乞丐混杂在一起，汗味、油烟味与吵闹声交织成一片。按照常理，佛法应该属于那座肃穆安静的寺院，但在这个故事里，真正接近真理的人，却是那个摇着破扇、脚踩烂泥的疯和尚。世人笑他疯癫，他却仿佛在笑世人看不清这个世界。或许那种极端的疯，本身就是一种选择，是他撕开虚伪面具的唯一方式。在那件散发着霉味的僧袍之下，藏着的也许正是整座临安城里最干净、最慈悲的灵魂。时间再往前拨，公元1148年，南宋刚刚在风雨飘摇中稳定下来，北方战火不断，南方的朝廷却努力维持着歌舞升平的表象。就在这样一个时代的缝隙里，浙江天台县的一座气派宅院中响起了一声婴儿的啼哭。这个孩子叫李修缘。在讲他后来那种近乎疯狂的人生之前，我们先要看清他曾经拥有的那种正常。这种正常几乎完美的令人羡慕。父亲李茂春曾在官场任职，后来辞官归隐天台，是当地有名的士绅望族。家中田产丰厚，家财殷实，名声显赫。母亲王氏出身书香之家，温婉贤淑。李茂春晚年得子，对这个孩子寄托了全部希望，希望他将来能够延续家族的荣耀。从出生开始，李修缘就被安放在一个由财富、礼教和书香构成的精致牢笼里。按照当时社会的剧本，他的人生几乎已经写好，接受最好的教育，考取功名，在官场稳步上升，娶门当户对的妻子，经营家业，最后体面的老去。这样的命运看起来毫无悬念，但历史往往喜欢在最完美的故事里埋下一颗炸弹。关于他的出生，民间还流传着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传说。据说就在他降生的那一刻，几里外国清寺里一尊降龙罗汉的塑像忽然倒塌。这个故事真假已不可考，但象征意味却十分浓重，仿佛命运在暗示，这个孩子来到世上，并不是为了维护就有的秩序，而是为了打碎一些东西。那尊罗汉塑像的崩塌，似乎预示着他将来要击碎的是人们心中关于体面与规矩的偶像。然而幼年的李修缘并没有任何破坏者的迹象，相反，他显得格外安静。如果你穿越回那个时代，走进李家的书房，大概会看到一个衣着华丽的小公子独自坐在角落里，其他孩子在外面斗蟋蟀、玩泥巴，他却常常发呆。那并不是迟钝，而是一种过早出现的思考。李茂春看着这个孩子，内心其实并不完全安心。儿子聪明绝顶，读书过目不忘，写文章才思敏捷，但奇怪的是，他对那些教人如何做官、如何经营人情世故的学问兴趣寥寥，
却偏偏对佛经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少年时期，李修缘被送到赤城山读书，那段时间对他性格的形成极为重要。赤城山丹霞如火，山间既有书院，也有寺庙，空气里既飘着墨香，也混着香火味。年轻的李修缘夹在两种文化之间。书院里的老师告诉他，世界是有等级秩序的，君臣父子各有其位，你出身名门，就该与贫贱之人保持距离，这就是礼法。可佛经里却写着4个字：众生平等。每次他坐着轿子下山，透过轿帘的缝隙看到路边逃难的流民，看到乞丐在泥水里为一个馒头打架，再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锦衣华服，一种难以言说的荒谬感就会刺进心里。如果众生平等，为什么有人坐在轿子里，有人跪在泥水中？如果佛祖真的慈悲，为什么虔诚礼佛的人却可以对苦难视而不见？这种问题对于一个贵族少年来说，几乎是一种精神折磨。大多数人会选择忽视这种矛盾，但李修缘做不到。他的聪明让他无法麻木。他越读那些讲仁义礼教的书，越觉得字里行间仿佛是一层精心编织的伪装。这种裂痕在他18岁那年被彻底撕开。那一年，命运几乎没有给他任何准备的时间。父亲和母亲在极短的时间里相继去世。对于一个从小生活在温室中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打击。但更让他心寒的是随后出现的人情冷暖。在父母的灵堂里，他看见了一场永生难忘的景象。那些平日里对父亲笑脸相迎的亲友，在葬礼上哭声震天，但眼泪里似乎还夹杂着算计。有人偷偷盯着李家的地契，有人在角落里商量李家倒下后该依附谁。满屋白色丧服与香烛烟雾掩盖不住那种令人作呕的贪婪气味。李修缘跪在灵前，看着这一切，忽然明白了什么。父亲一生谨慎守礼，积累下的财富和名声，在死亡面前竟如此脆弱。那些所谓的规矩并不能保护任何人，财富反而招来觊觎。人们口中的成功与稳定，原来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纸。按照常理，他应该站出来守住家业，与那些觊觎者周旋。但李修缘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看着账本、地契和官服，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悲伤，只是一种看透之后的疲倦。他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如果所谓正常生活只是把自己变成和那些人一样的存在，那又有什么意义？于是他开始疯狂散尽家财，金银珠宝被他扔给乞丐，债契被烧掉，仆人被遣散。周围的人议论纷纷，说李家少爷受刺激太大，已经疯了。李修缘站在空荡荡的宅院里，看着夜空中的月亮。也许在这个世界里，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疯狂。一个出身显赫的年轻人，就这样亲手毁掉了自己原本稳固的人生。他脱下丝绸长衫，换上粗布衣服。临安城这么大，却似乎没有一个地方能容纳一个不肯遵守规则的人。最终，他把目光投向了父母生前最虔诚供奉的地方——灵隐寺。年轻的李修缘走到灵隐寺山门前时，心中也许并没有多少虔诚，只是绝望中的一种选择。接纳他的是当时著名的虾塘慧远禅师。慧远看到这个眼神锋利的年轻人，没有问来历，也没有问香火钱，只淡淡说了一句：“把头发剃了吧。”随着一缕青丝落地，贵公子李修缘消失了，和尚道济诞生了。按常理，故事应该从这里变成一个苦修的传奇，但道济却偏偏活成了一颗不安分的螺丝钉。清晨僧众诵经时，他在角落里睡得呼声震天；夜深寺院宵禁，他却爬上供桌偷喝供佛的酒，
还把鸡腿往罗汉像嘴边递，嘟囔着要兄弟一起吃。在他眼里，如果佛祖真的在乎那点酒肉，那佛祖未免太小气了。这样的行为自然引起整个僧团的不满。在其他僧人看来，道济简直是佛门败类，他的存在像一面镜子，让那些辛苦压抑欲望的人感到被嘲讽。投诉不断送到方丈那里，要求把这个疯和尚赶出去。但慧远禅师只说了一句：佛门广大，岂不容易封僧？有了这句话，道济反而更加放纵。最惊世骇俗的就是他公开吃肉。在当时的社会，这几乎等同于挑战整个宗教秩序。有人骂他破戒会下地狱，他却笑着说出了那句后来流传极广的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而他紧接着补了一句：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在他看来，肉并不是食物，而是一种象征。寺院里的许多人表面清净，心里却充满欲望。与其假装圣洁，不如坦荡承认自己的凡俗。他宁愿被当成疯子，也不愿成为伪善的圣人。然而这种自由很大程度上依赖慧远禅师的庇护。后来慧远圆寂，矛盾立刻爆发。新任方丈再也无法容忍这个异类，很快就把他赶出了灵隐寺。那是道济人生最寒冷的一夜。他只有一把破扇子、一件破僧袍和一个葫芦。随着身后寺门重重关上，他从一个有归属的和尚变成了真正的流浪者。离开寺院之后，他彻底进入临安的市井生活。此时他的疯已经不再是叛逆，而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在一个麻木的社会里，正常的话往往没人听，于是他只能用疯狂让人注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飞来峰抢亲。那天村里正在办喜事，道济却突然大喊山要塌了，没人相信。眼看灾难将至，他忽然冲上去扛起新娘就跑。全村人愤怒追赶，结果刚跑出村庄不久，身后山体真的崩塌，把村庄压成废墟。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回头看着废墟，又看着气喘吁吁的道济，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人们跪下感谢他，但道济只是摇着破扇，唱着歌又走了。为了救人，他必须先变成一个罪人。在一个死板的世界里，只有疯狂才能撕开一条通往慈悲的路。当人们终于明白发生了什么时，他们纷纷跪倒在地，可道济却没有接受这种叩拜。他只是轻轻摇着手里的破扇子，脸上又恢复了那副疯疯癫癫的神情，一边哼着不成调的歌，一边转身离去。对他而言，若想救人，有时必须先让自己看起来像个罪人。他必须把自己装扮得荒诞、古怪，甚至令人厌恶。只有这样，才能在那个僵硬而压抑的社会结构中撕开一道能让人活下去的裂缝。这正是道济独特的生存哲学。当慈悲无法被听见时，就用疯狂把它点燃。然而，成为临安城百姓口中的守护神，并没有让他的日子变得温暖。相反，进入中年的道济反而被一种深沉的孤独所包围。史书记载，他后来挂单在净慈寺，虽然名声早已传遍街巷，却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朋友。白天的他仿佛是整座城市最耀眼的人物，在瓦肆勾栏之间来回奔走，为穷苦百姓看病，为蒙冤之人出头伸冤。他把身上搓下来的泥垢揉成药丸，号称仙丹，竟治好了不少没钱看医生的穷人。听起来似乎令人作呕，但那所谓的仙丹，很可能只是普通草药混合面粉或泥土的产物。在医疗资源极其匮乏的年代，穷人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药效，他们更需要一种奇迹般的信念。道济用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为绝望的人提供了两样最珍贵的东西，一种是安慰剂般的心理力量，
另一种则是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可是当夜幕降临，喧嚣散去，道济回到净慈寺阴暗潮湿的偏房时，一切光环都消失了。那里没有崇拜者，没有鲜花，只有弥漫在空气里的酒气和陈腐的味道。他常常缩在角落里，像一条受伤的老狗。很多人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如此邋遢。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一种让灵魂不被腐蚀的精神防腐剂。随着他的名声越来越大，权贵们的马车也开始频繁停在寺门口。那些曾经瞧不起他的豪门贵族，如今都想沾一沾活佛的福气。他们求官运，求长生，求富贵。倘若道济是一位衣冠整洁、仪表庄严的高僧，他或许很难拒绝这种权力的邀请。他很可能会被请进高墙深院，成为豪门府邸的座上宾，最终沦为一种被摆设的吉祥物。但现实中的道济却是满身疮痍、浑身虱子的疯和尚。当那些达官显贵捏着鼻子接近他时，他往往会故意把破扇子伸过去，甚至从身上捉下一只跳蚤，弹到对方华贵的官服上。他用这种最令人反感的方式，在自己与权力之间筑起一道无法跨越的护城河。他嘲弄他们，戏耍他们，用泥巴搓成的药丸讽刺他们渴望长生的贪婪。正是这种近乎粗暴的拒绝，让他保住了自己的灵魂，但代价却是彻底的孤独。在僧团之中，他始终是个异类。尽管净慈寺的德辉长老颇为赏识他，大多数僧人却依然把他视作眼中钉。他们无法理解，一个如此不守戒律的人，为什么能得到百姓那样狂热的拥戴。而在普通百姓的眼里，他虽然被奉为神人，却同样是个怪人。人们敬畏他，需要他，但很少有人愿意真正走近他。大家在他经过时欢呼，却很少有人会邀请他坐下来，像对待普通朋友那样喝一杯热茶，说几句家常话。人们爱的是他展现出来的神迹，而不是那个名叫李修缘的破碎灵魂。夜深人静的时候，道济常常独自喝着葫芦里的劣质米酒，望着窗外的月亮。那一刻，他或许会想起天台山的故乡，也可能会想起年轻时在书房里读过的圣贤之书。他满怀慈悲走向人群，可人群却因为他的疯癫而对他既膜拜又疏远。他是这座城市里最热闹的人，也是这座城市里最孤独的鬼。这种矛盾，正是道济这个人物最令人着迷又最令人心酸的地方。偏偏是那个最不守佛门规矩的人，却在用一生践行佛门最高的真理，大慈大悲。也正是那个把自己弄得最肮脏的人，反而在这浑浊的世界里守住了一颗最干净的心。时间在临安城的喧嚣中缓慢流淌，许多恩怨情仇都被岁月带走。故事终于来到公元1204年的某个夜晚。那一年，道济已经56岁。如果说此前的人生，他一直在用破坏对抗虚伪，用疯癫撕开假象，那么晚年命运给他的最后使命却是重建。而这一切的开端，是一场毁灭性的火灾。那是一个异常闷热的夜晚。据四志记载，大火可能只是从厨房灶堂里蹦出的一点火星，也可能是长明灯被老鼠撞倒后引起的一缕火苗。然而，在南宋那密集的木质建筑群中，这点火光很快膨胀成吞噬一切的怪兽。当夜风卷着火焰爬上大雄宝殿的梁柱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火势在寺院中狂奔，如同一条发疯的红龙。巨大的楠木柱在高温中发出仿佛骨骼断裂般的声响，琉璃瓦接连炸裂。整座临安城的半边天空被火光染得通红，连西湖水面都映出血一般的颜色。那一夜，僧人们提着水桶冲进火海，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的信仰之所被烈焰吞噬。
寺庙对出家人来说，不只是栖身之地，更是佛法在人间的象征。当庙宇消失时，许多人心里的支柱也仿佛一同倒塌。第二天清晨，阳光照进山门，净慈寺只剩下一片冒烟的废墟。老方丈看到这一切，当场急火攻心倒下。年轻僧人跪在灰烬里放声痛哭。重建一座皇家级别的大寺院，需要巨大的财力与物资，而此时的僧团根本无力承担。就在所有人绝望之时，道济穿着那件油污斑斑的破僧袍，摇摇晃晃地走了出来。他既没有叹息，也没有流泪，反而笑着说了一句听起来近乎荒唐的话：烧了好，烧得干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众僧愤怒地瞪着他，以为这个疯子在幸灾乐祸。但在道济看来，一切不过是因果循环中的一环。房屋是相，废墟也是相。既然世事无常，又何必执着于几根木头？然而接下来他的举动却让所有人沉默了。他主动承担起最艰难的任务，为重建寺院筹集木材。要重建净慈寺，需要成千上万根巨木，而这些木材往往生长在四川或福建的深山里。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要把它们运到临安，几乎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僧人们原以为道济会去求助权贵或施展神通，可他既没有去深山，也没有拜访豪门，而是醉得不省人事，躺在廊下大喊：木头在井里，木头在井里。这句醉话后来演变成著名的运木古井传说。据说在他的醉梦中，那口寺院里普通的古井忽然变得深不可测，仿佛连通了地下的江河水脉。第二天，有小沙弥趴在井口往下看，惊讶地发现井水里竟然浮出一根巨大的圆木。僧人们急忙架起绞盘，把木头拉上来。更神奇的是，当一根木头被拖出井口，下一根便立刻浮上来，源源不断，仿佛大地深处藏着一个无尽的宝库。随着一根又一根巨木被拉出，整个寺院都沸腾了。直到负责计算的木匠喊出够了，井里的最后一根木头才停在水面，不再上浮。这则传奇其实是道济一生的隐喻。为什么会是井？许多高僧习惯仰望高山，在高处修塔，以向上的攀登接近佛祖，而道济却一辈子向下走。他走进市井，走进泥泞，走向那些被社会遗忘的角落。那口古井正像他的灵魂，他告诉世人，即使世界变成废墟，只要愿意低头去看那些最幽暗的地方，希望依然会不断涌现。真理不在云端，而在井底；救赎不在庙堂，而在百姓心中。随着净慈寺在废墟上重新矗立，道济在人间的使命似乎也走到了尽头。转眼来到嘉定2年，他已经61岁。对于一个常年酗酒、风餐露宿的人来说，这已是生命的极限。那年5月，他病倒了。这一次，再多的神仙丹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不是病，而是命，是他在人间游历一生后必须归还给天地的最后代价。生命最后几天，他做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他让人端来一盆清水，仔细的洗净自己几十年来满是油泥的脸。污垢被一点点擦去，酒渍消散，那层疯癫的伪装也随之消失。僧人们惊讶地看到，那个眼神浑浊的疯和尚不见了，坐在禅椅上的竟是一位目光清澈的老人。那双眼睛里没有讥讽，只有一种释然的宁静。他仿佛重新变回年轻时的李修缘。5月14日，他要来执笔，写下人生最后一首诗：60年来狼藉，东壁打倒西壁，于今收拾归来，依旧天连水碧。这短短28字，仿佛总结了他的一生。他承认自己一生狼藉，没有体面，没有荣耀，只剩破僧袍与污名。
他用混乱冲撞世间的墙壁，拆掉虚伪的界限，但所有的破坏最终只是为了回到那句结尾：天连水闭。本心从未改变，就像西湖之水，无论经历多少风浪，最终依旧清澈。写完诗后，他放下笔，看向窗外，临安城依旧喧闹，远处的叫卖声、丝竹声与钟声隐约传来。那是他爱过也骂过的人间。他没有留下舍利，也没有要求盛大的法会，他只是换了个舒适的坐姿，轻轻闭上眼睛。那把陪伴他半生的破扇子从手中滑落，在地上发出一声轻响，声音很轻，就像一滴水落入大海。那个疯疯癫癫的济公离开了人间，而那个心怀慈悲的道济终于回家了。他把所有污秽留在破僧袍上，还给世界一个干净的结尾。疯狂了一辈子，最终归于极致的宁静。他用一生演了一出荒诞的戏，只为告诉世人，规矩或许是死的，但人的心必须活着。800多年过去，当人们在深夜想起这个疯和尚时，却依然觉得他比那些端坐神坛的塑像更加真实。历史中的道济其实出身名门，学识渊博，精通儒释道三家。他本可以做一位清雅高僧，也可以做一位诗人，在史册里留下几卷优雅文集，但他偏偏把才华藏进破旧的僧袍，把悲悯隐藏在嬉笑怒骂的面具之下。因为他看透了那个时代，在礼教森严、伪善横行的社会里，过于端正的语言往往毫无力量，而太干净的衣服也最容易被弄脏。唯有把自己变成一个被人看不起的疯子，他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说出无人敢说的话，救下无人愿救的人。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种高贵的牺牲。那个时代的本质是一场披着礼教华服的漫长腐朽。南宋的临安，偏安一隅的繁华之下，是儒家理学构筑的密不透风的高墙。那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灭人预备推向极致的岁月。人们在谈论道德时总是昂着头，在践行慈悲时却总是闭着眼。道济李修缘，他那双能看穿赤城山烟云的眼睛，不仅看到了西湖上的轻歌曼舞，更看到了西子湖底沉淀的累累白骨。他明白，如果自己以一个高僧的形象出现，那么他的慈悲就会被框定在信众的香火钱里，他的教化就会变成权贵们点缀门面的谈资。在那些金碧辉煌的禅房里，佛法被研磨成细碎的粉末，撒在昂贵的丝绸上，供那些满口仁义却对流民视而不见的大夫们把玩。道济对此感到一种彻骨的恶心。他发现，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越是表现得正经，越是显得高尚，就越容易成为伪善的一部分。于是他拎起酒壶，扯开僧袍，把那些苦心孤诣修得的才情统统丢进泥泞里。他深知，想要唤醒一群在华丽幻梦中长眠的人，温言软语的诵经声是不够的，必须用一种近乎自残的、荒诞的、足以刺破所有体面外壳的方式，去撞击那个将死的社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肉身佛陀，却要在最烟杂的瓦肆里翻滚。这并非自甘堕落，而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救赎。他看透了权力的傲慢，所以他要在太守的公堂上放屁。他看透了财富的虚无，所以他要把得来的金银转手施舍给那个全城最卑贱的乞丐。他那嬉皮笑脸的面具下，藏着的是对众生苦难的感同身受，那是一种不被理解的极度孤寂。每当他在街头巷尾踉跄而过，身后追随着孩子们的起哄声和妇人们的白眼时，他的内心其实是清明如镜的。他故意让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看不起自己，唯有如此，他才能在那些人防备最松懈的时刻，用一记疯疯癫癫的棒喝，敲碎他们虚伪的优越感。他在酒肆里豪饮，实则是在吞咽那个时代的苦涩。他在肉摊前流连，
实则是在嘲弄那些吃斋念佛却满心贪欲的假行僧。他的一生是一场孤独的祭祀，他把自己献祭给了那个病态的时代，用自己的污秽去映衬世人的干净，用自己的疯狂去守护那个时代仅存的理性。在那些深夜里，当他独自躺在净慈寺的偏房中，听着窗外的雨声打在荷叶上，他或许会想起那个曾经鲜衣怒马、满腹经纶的少年李修缘。但他不会后悔，因为他知道，在这滚滚红尘中，多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不过是增加了一叠无用的纸张；而多一个能穿透黑暗、直抵人心的疯和尚，才能给绝望者留下一线生机。他必须把才华揉碎，因为完整的才华会让他被权贵招安；他必须把悲悯掩盖，因为赤裸的悲悯会让他被这个残酷的世界撕碎。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在南宋那密不透风的历史长卷中，强行涂抹出了一道最不协调却最动人的亮色。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消解那些被神圣化的等级制度。在佛门弟子都在争论戒律的繁复时，他却在说酒肉穿肠过，这并非为了贪图口腹之欲，而是要告诉世人，如果心中没有大慈悲，那一层不染的素食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傲慢。他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神迹，本质上都是他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手术。飞来峰下的抢亲，是他用罪恶的名义去对抗毁灭性的灾难。他宁愿背负一世的淫僧恶名，也不愿看着那几百条性命在歌舞升平中化为齑粉。这种逻辑，只有真正看透生死、舍弃了小我的人才能具备。他在临安城的每一个角落游荡，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宏大的田野调查。他去听那些屠夫的诅咒，去摸那些病童的额头，去在那口愠木的深井旁挥汗如雨。他发现，真理从来不在那些昂贵的贝叶经里，而是在那些被汗水浸透、被泪水洗刷的日常生活中。他那种玩世不恭，是对那个时代最严正的抗议。当皇帝在求长生，奸臣在争土地，将领在谈苟安时，这个疯和尚在跟一只死狗说话，在跟一棵枯木跳舞。他在用这种彻底的虚无，去消解那些被世人疯狂追求的实有。他的僧袍脏了，心却成了洗涤整座城的清泉。他明白，在一个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时代，唯有真相本身需要通过伪装才能存活。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魔鬼，以此来照见那些自诩为神灵者的丑恶。这种智慧是带着血腥味的，是他牺牲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全部尊严，才换来的那一点点点醒世人的火星。随着年岁渐长，他眼中的那种清亮逐渐被一种深邃的空灵取代。他不再愤怒，甚至不再去刻意挑衅，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摇着那把破扇子，看着那群忙碌而盲目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他更知道，他的这种疯癫已经像一颗种子，种在了那些被压迫、被忽视的普通人心里。他们会记住这个抢亲的疯子，记住这个用泥丸治病的骗子，记住这个在井里捞出木头的醉汉。这种记忆比任何清雅的文集都要长久，因为它连接的是生命最底层的韧性。道济在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洗去污垢，那不是为了回归李修缘，而是为了在最后一刻，以最赤诚的姿态告别这个他爱了一辈子也痛了一辈子的人间。他的那一首辞世诗，是对那个时代的最终判决书，也是对自己这场宏大行为艺术的完美节目。60年来，他确实在狼藉中行走，但他每一步都踏在了实处。他打倒了东墙，推倒了西墙，最终发现，在这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在那被火焰焚烧过的净慈寺后，天依旧是碧绿的，水依旧是连天的。这种境界是看透了虚假繁华后的真宁静。
他的一生是对理学统治下那种死寂生命力的暴力重启。他告诉世人，活佛不是坐在莲花台上的金身，而是那个在街头与你争抢一个包子，却在深夜为你缝补伤口的疯汉。他用这种极致的对比，重塑了中国文化中关于圣人的定义。在那个假面横行的南宋，只有这个最不正经的人，活出了最正经的慈悲。他那些被后世演绎化的故事，虽然加了许多神魔的色彩，但其内核始终是那个看透了时代本质的李修缘，在用生命最后的余温，试图暖一暖那个冰冷的世道。他在瓦砾堆里歌唱，在粪坑旁讲经，在酒窖里作画，这一切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这污浊的人世间，想要保持绝对的干净，往往需要披上一层最脏的外衣。他走后，临安城依旧在西湖的倒影里沉醉，直到援军的铁骑踏破了那层虚假的宁静。但道济的故事却像西湖底部的细沙，在风暴过后，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见证着人性的起伏与佛性的真谛。他那些揉碎的才华，最终化作了百姓口口相传的灵感，不仅治愈了那个时代的恶疾，也给后世每一个感到生活沉重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喘息的、可以肆意狂笑的灵魂窗口。这便是道济的伟大之处，他不仅救了那个时代的命，更在某种程度上救了中国文化中那点快要干涸的真性情。他用这种自毁式的优雅，完成了对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次高强度灌溉，让人们明白，在最高的真理面前，所有的名声、地位和文辞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那颗在泥泞中依旧鲜活跳动的心，才是连接天地的唯一桥梁。他的疯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极度深情，他的污秽是另一种境界上的极度圣洁。他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用一把破扇子扇走了那些遮蔽真理的浮尘，留下了一个永远在市井中徘徊、永远在酒香中清醒的灵魂。那个时代终究崩塌了，但他那声惊天动地的狂笑，却穿透了800年的时光，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荡，提醒着每一个在红尘中迷失的人，莫要演得太真，莫要忘了本心。愿他能继续在每一个感到压抑的深夜，摇着那把破破烂烂却能扇动乾坤的扇子，走进我们的梦里，带给我们一点点天连水碧的自由，一点点众生平等的底气，以及那份哪怕身处万丈深渊，也敢于向着阳光肆意嘲弄的破碎而伟大的勇气。那个时代的本质是一场披着礼教华服的漫长腐朽。南宋的临安，天安一隅的繁华之下，是儒家理学构筑的密不透风的高墙。那是朱熹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被推向极致的岁月，人们在谈论道德时总是昂着头，在践行慈悲时却总是闭着眼。道济李修缘，他那双能看穿赤城山烟云的眼睛，不仅看到了西湖上的轻歌曼舞，更看到了西子湖底沉淀的累累白骨。他明白，如果自己以一个高僧的形象出现，那么他的慈悲就会被框定在信众的香火钱里，他的教化就会变成权贵们点缀门面的谈资。在那些金碧辉煌的禅房里，佛法被研磨成细碎的粉末，撒在昂贵的丝绸上，供那些满口仁义却对流民视而不见的大夫们把玩。道济对此感到一种彻骨的恶心，他发现，在那个时代，一个人越是表现得正经，越是显得高尚，就越容易成为伪善的一部分。于是他拎起酒壶，扯开僧袍，把那些苦心孤诣修得的才情统统丢进泥泞里。他深知，想要唤醒一群在华丽幻梦中长眠的人，温言软语的诵经声是不够的，必须用一种近乎自残的、荒诞的、足以刺破所有体面外壳的方式，去撞击那个将死的社会。他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肉身佛陀，却要在最烟杂的瓦肆里翻滚，这并非自甘堕落，而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救赎。
他看透了权力的傲慢，所以他要在太守的公堂上放肆狂笑；他看透了财富的虚无，所以他要把得来的金银转手施舍给那个全城最卑贱的乞丐。他那嬉皮笑脸的面具下，藏着的是对众生苦难的感同身受，那是一种不被理解的极度孤寂。每当他在街头巷尾踉跄而过，身后追随着孩子们的起哄声和妇人们的白眼时，他的内心其实是清明如镜的。他故意让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看不起自己，唯有如此，他才能在那些人防备最松懈的时刻，用一记疯疯癫癫的棒喝，敲碎他们虚伪的优越感。他在酒肆里豪饮，实则是在吞咽那个时代的苦涩；他在肉摊前流连，实则是在嘲弄那些吃斋念佛却满心贪欲的假行僧。他的一生是一场孤独的祭祀，他把自己献祭给了那个病态的时代，用自己的污秽去映衬世人的干净，用自己的疯狂去守护那个时代仅存的理性。在那些深夜里，当他独自躺在净慈寺的偏房中，听着窗外的雨声打在荷叶上，他或许会想起那个曾经鲜衣怒马、满腹经纶的少年李修缘，但他不会后悔，因为他知道，在这滚滚红尘中，多一个吟风弄月的诗人，不过是增加了一叠无用的纸张，而多一个能穿透黑暗、直抵人心的疯和尚，才能给绝望者留下一线生机。他必须把才华揉碎，因为完整的才华会让他被权贵招安；他必须把悲悯掩盖，因为赤裸的悲悯会让他被这个残酷的世界撕碎。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在南宋那密不透风的历史长卷中，强行涂抹出了一道最不协调却最动人的亮色。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消解那些被神圣化的等级制度。在佛门弟子都在争论戒律的繁复时，他却在说酒肉穿肠过，这并非为了贪图口腹之欲，而是要告诉世人，如果心中没有大慈悲，那一尘不染的素食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傲慢。他那些被后世传颂的神迹，本质上都是他对人性弱点的精准手术。飞来峰下的抢亲，是他用罪恶的名义去对抗毁灭性的灾难，他宁愿背负一世的淫僧恶名，也不愿看着那几百条性命在歌舞升平中化为齑粉。这种逻辑，只有真正看透生死、舍弃了小我的人才能具备。他在临安城的每一个角落游荡，实际上是在进行一场宏大的田野调查。他去听那些屠夫的诅咒，去摸那些病童的额头，去在那口榆木的深井旁挥汗如雨。他发现，真理从来不在那些昂贵的贝叶经里，而是在那些被汗水浸透、被泪水洗刷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玩世不恭，是对那个时代最严正的抗议。当皇帝在求长生，奸臣在争土地，将领在谈苟安时，这个疯和尚在跟一只死狗说话，在跟一棵枯木跳舞。他在用这种彻底的虚无，去消解那些被世人疯狂追求的实有。他的僧袍脏了，心却成了洗涤整座城的清泉。他明白，在一个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的时代，唯有真相本身需要通过伪装才能存活。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魔鬼，以此来照见那些自诩为神灵者的丑恶。这种智慧是带着血腥味的，是他牺牲了作为一个社会人的全部尊严，才换来的那一点点点醒世人的火星。随着年岁渐长，他眼中的那种清亮逐渐被一种深邃的空灵取代。他不再愤怒，甚至不再去刻意挑衅，他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摇着那把破扇子，看着那群忙碌而盲目的人。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他更知道，他的这种疯癫已经像一颗种子，种在了那些被压迫、被忽视的普通人心里。他们会记住这个抢亲的疯子，记住这个用泥丸治病的骗子，记住这个在井里捞出木头的醉汉。这种记忆比任何清雅的文集都要长久，因为它连接的是生命最底层的韧性。
道济在最后的日子里选择洗去污垢，那不是为了回归李修缘，而是为了在最后一刻以最赤诚的姿态告别这个他爱了一辈子也痛了一辈子的人间。他的那一首辞世诗，是对那个时代的最终判决书，也是对自己这场宏大行为艺术的完美节目。60年来，他确实在狼藉中行走，但他每一步都踏在了实处。他打倒了东墙，推倒了西墙，最终发现在这满目疮痍的废墟之上，在那被火焰焚烧过的净慈寺后，天依旧是碧绿的，水依旧是连天的。这种境界是看透了虚假繁华后的真宁静。他的一生是对理学统治下那种死寂生命力的暴力重启。他告诉世人，活佛不是坐在莲花台上的金身，而是那个在街头与你争抢一个包子，却在深夜为你缝补伤口的疯汉。他用这种极致的对比，重塑了中国文化中关于圣人的定义。在那个假面横行的南宋，只有这个最不正经的人，活出了最正经的慈悲。他那些被后世演绎化的故事，虽然加了许多神魔的色彩，但其内核始终是那个看透了时代本质的李修缘，在用生命最后的余温，试图暖一暖那个冰冷的世道。他在瓦砾堆里歌唱，在粪坑旁讲经，在酒窖里作画，这一切都在诉说着一个永恒的主题。在这污浊的人世间，想要保持绝对的干净，往往需要披上一层最脏的外衣。他走后，临安城依旧在西子湖的倒影里沉醉，直到援军的铁骑踏破了那层虚假的宁静。但道济的故事却像湖底的细沙，在风暴过后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见证着人性的起伏与佛性的真谛。他那些揉碎的才华，最终化作了百姓口口相传的灵感，不仅治愈了那个时代的恶疾，也给后世每一个感到生活沉重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喘息的、可以肆意狂笑的灵魂窗口。这便是道济的伟大之处，他不仅救了那个时代的命，更在某种程度上救了中国文化中那点快要干涸的真性情。他用这种自毁式的优雅，完成了对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一次高强度灌溉，让人们明白，在最高的真理面前，所有的名声、地位和文辞都不过是过眼云烟，唯有那颗在泥泞中依旧鲜活跳动的心，才是连接天地的唯一桥梁。他的疯癫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极度深情，他的污秽是另一种境界上的极度圣洁。他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用一把破扇子扇走了那些遮蔽真理的浮尘，留下了一个永远在市井中徘徊、永远在酒香中清醒的灵魂。那个时代终究崩塌了，但他那声惊天动地的狂笑，却穿透了800年的时光，至今仍在我们耳畔回荡，提醒着每一个在红尘中迷失的人，莫要演得太真，莫要忘了本心。愿他能继续在每一个感到压抑的深夜，摇着那把破破烂烂却能扇动乾坤的扇子，走进我们的梦里，带给我们一点点天连水碧的自由，一点点众生平等的底气，以及那份哪怕身处万丈深渊也敢于向着阳光肆意嘲弄的破碎而伟大的勇气。在那疯狂的背后，其实是一份沉重到无法言说的使命感。李修缘深知，当一个社会所有的上升通道都被僵化的教条封死，当所谓的雅变成了一种剥削阶级的纹饰，那么俗甚至丑变成了真理最后的避难所。他选择在大街上捉狮子，不仅是为了恶心那些达官贵人，更是在用这种最原始的生物暗示，告诉人们生命本无高低贵贱，即便是在最显赫的官服之下，也藏着同样卑微的寄生。他那一身油腻的僧袍，是对南宋官场厚重官服最辛辣的嘲讽；他那一脸不羁的油渍，是对那些精致利己主义者最直接的蔑视。他明白，文字是有界限的，它往往只能触及那些受过教育的精英，而疯癫的肢体语言是无国界的，
他能直达目不识丁的脚夫和卖浆者的心底。他舍弃了李修缘的身份，就是为了打破那层书香门第的隔阂，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被任何人辱骂，也可以被任何人拥抱的生命符号。这种彻底的平民化，是历史上无数高僧大德难以企及的彼岸。他走过的每一条弄堂，其实都是在缝补这个社会支离破碎的同情心。当邻里因为琐事争吵时，他会用一个荒唐的笑话让双方在尴尬中和解；当贪官因为恐惧而寻求庇护时，他会用一种羞辱性的仪式让对方在冷汗中反省。他这种看似随意的生活，其实是对禅宗平常心世道最深刻的注脚。他把佛法从大殿的云端拽到了红尘的泥地里，让它沾染上柴米油盐的烟火气，让它变成了一块可以在饥饿时果腹的冷馒头。他明白，在那个饥寒交迫、战乱频繁的背景下，高谈阔论的空宗理论救不了任何人，唯有那一点点实实在在的关怀，哪怕是带着风味的关怀，才是真正的佛光。他故意让自己看起来像个失败者，因为他知道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失败与挣扎中度过一生的。一个永远成功的、永远体面的圣人，只会让苦难中的百姓感到更加自卑和遥远，而一个和他们一样脏、一样落魄，却能随手变出奇迹的疯子，才是他们灵魂的兄弟。道济用这种方式消解了人们对神权的恐惧，他让人们看到，神圣并不意味着冷漠和威严，神圣可以是亲切的、戏谑的，甚至是可以开玩笑的。他在灵隐寺里睡觉，在大街上跟狗分食，这种跨越物种、跨越阶层的混杂，正是大同世界的微缩景观。他看透了那个时代名利场的转瞬即逝，所以他用自己的身体作为道具，演示着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天道。他在繁华的御街上跌倒，再爬起来，这种笨拙的姿态，恰恰是南宋王朝那摇摇欲坠命运的真实写照。那些笑话他的人，最终都在历史的洪流中哭泣，而那个被他们笑话了一辈子的人，却在历史的终点露出了永恒的微笑。他揉碎的才华不仅是诗词歌赋，更是那颗原本可能孤芳自赏的文人之心。他将其碾碎成粉，拌入众生的苦水之中，以此来化解那一潭死水的苦涩。这种深情是藏在骨子里的，所以他必须表现的薄情。他不去祭奠父母，不去联络旧友，就是为了断绝那点私人的温情，从而转向对万物的博爱。他那种如释重负的自由，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属性的彻底抹杀之上的。这种抹杀是极其痛苦的，它意味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真正心疼他的寒冷，没有人会真正关心他的饥饿。他在人群中孤独，在热闹中冷清，但正是这种极致的孤独，给了他那种可以飞翔的力量。他不需要取悦任何人，所以他成了所有人的镜子。当权贵在这面镜子前看到自己的贪婪，当百姓在这面镜子前看到自己的坚韧，道济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这具破碎的躯体容纳了那个时代所有的不安与渴望，它像一个巨大的过滤器，吸纳了世间的戾气，排出了如西湖水般清澈的慈悲。即便在今天，这种智慧依旧振聋发聩。他告诉我们，在这个追求过度包装、追求人设完美的现代社会，真实本身就是一种疯狂。道济的破扇子扇碎了所有的滤镜，让生命回归到他原本那种赤裸而粗糙的状态。他不追求留名青史，可青史却因为他的存在而多了一份人性的温暖。他不追求成佛作祖，可众生却在他那破烂的僧袍里看到了最真实的如来。他用60年的时光，完成了一场对自我的终极背叛，从而达成了一场对生命的最深拥抱。在西湖边那座重修的寺庙里，木头或许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些木头，
但那份从井底升腾而起的力量，那份在毁灭中重建希望的勇气，却已经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的基因里。道济的故事没有结束，每当我们拒绝虚伪，拥抱真实，每当我们放下傲慢，俯身泥泞，那个摇着破扇子的疯和尚就依然活在我们的血脉之中，与我们一同在这狼藉的人间书写着那天连水碧的永恒的自由篇章。续写道济禅师的故事，其实是在续写中国精神中那一抹最灵动、最不羁的底色。他在那个理学高压的年代，硬是凿开了一个透气的孔洞，让人们知道，除了刻板的圣贤之道，还有一种更有生命力的、更有温度的活法。他在临安城的每一个黄昏，拖着长长的斜影穿街过巷，那是大宋王朝最后的余晖，也是一个灵魂在彻底自由后洒下的光。他那些看起来荒唐的行为，实际上都是在解构那种虚假的秩序。当整个社会都陷入一种集体的歇斯底里，去追求那种虚幻的安定时，他这种局部的、个体的风，反倒成了一剂清凉的解药。他用自己的破烂消解了人们对贫穷的羞耻，他用自己的醉酒消解了人们对现实的绝望。他明白，慈悲不是高高在上的施舍，而是蹲下身来，与那个满脸泥土的乞丐平视，甚至比他蹲得更低。这种低姿态的救赎，让道济成了临安城流动的光。那些在深宅大院里郁郁寡欢的怨妇，因为听到了他的一声怪叫而露出了久违的笑容；那些在考场上屡试不第的寒门学子，因为见到了他的落魄而释怀了功名的重压。他这种以毒攻毒的疗法，治愈了无数灵魂深处的隐疾。他之所以拒绝清雅，是因为清雅在那个时代已经变成了一种自私的避世，一种精英阶层的孤芳自赏。他要的是那种粗粝的、带血的、能够呼吸的真理。他在瓦斯勾栏里看戏，实则是在看人生这场大戏的变幻莫测。他把舞台上的忠臣孝子与现实中的奸诈小人进行对比，在笑骂中揭露了那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真相。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那个虚假繁华盛世的一个巨大问号。在道济的眼中，万物皆有佛性，那是一只苍蝇的振翅，是一个醉汉的梦呓，是一片落叶的旋转。他不去寻求那些宏大的叙事，只在最细微、最卑微的事物中寻找永恒。这种对细节的关注，让他那揉碎的才华变得无处不在。他随口而出的打油诗，比苏东坡的词更贴近脚夫的心跳；他信手拈来的恶作剧，比周敦颐的爱莲说更深刻地揭示了出淤泥而不染的真意。他用生命在诠释什么叫真正的大隐隐于世。他不需要深山的寂静来修行，他要在最喧闹、最肮脏的地方修出一颗最宁静、最纯洁的心。这种修行的难度远超那些避世的枯坐。他在火焰中看到生机，在废墟中看到重建。这种乐观主义不是盲目的，而是建立在对痛苦深刻理解的基础之上的。他明白，痛苦是生命的本色，而欢笑是对痛苦最高级的反抗。所以他必须要笑，要大笑，要笑得让整座灵隐寺的瓦片都颤抖。这笑声里有对权贵的鄙夷，有对众生的怜悯，更有对自己这具皮囊的超脱。当他老去，那张被风霜刻满皱纹的脸依然保持着那种孩童般的纯真。这种老而不衰、藏而不废的精神，正是道济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他在嘉定2年的那个5月，选择以一种极度干净的方式谢幕，这本身就是他对他这一生脏相的最后解构。他告诉我们，相是虚妄的，脏也好，净也好，都不过是暂时的借贷，唯有那份不灭的灵光，才是永恒的归宿。8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在谈论它，是因为我们依旧感到孤独，依旧感到束缚。在各种算法和社交媒体构筑的新型灵隐寺里，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道济的那把破扇子。我们需要它来扇走我们的焦虑，扇走我们的虚荣，扇走那些层层叠叠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成功学。我们需要学习他那种敢于在人群中特立独行的勇气，学习他那种在泥泞中依旧能看到天连水碧的眼力。道济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它是一个原型，一个代表着人类对绝对自由和绝对真实的永恒追求。只要这世上还有一个人感到压抑，道济就不会离去。他会在每一阵不期而至的山风里，在每一瓢清冽的井水里，在每一声坦荡的笑声里，继续着他那场永不完结的红尘巡礼。在那破旧扇子的摇曳中，时间仿佛失去了它一贯的冷酷，变得如西湖的微波一般，既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又荡漾着当下的灵动。道济的故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真实的突围。在那个连叹息都要符合韵律，连哭泣都要讲究礼法的时代，他选择用最不整洁的仪容去消解那最伪善的整洁。他看透了那金漆的神像虽然庄严，却无法在暴雨中为流浪者遮风挡雨。他看透了那华丽的袈裟虽然昂贵，却无法遮掩一颗渴望功名的凡心。于是他把那些原本可以用来堆砌辞藻、博取名望的才华，全部倾注在了对生命真相的近距离肉搏中。他在长街上奔跑，在酒肉中穿行，这种极端的入世，恰恰是为了达成一种最彻底的出世。他明白，真正的清雅不应是书斋里的焚香抚琴，而应是即便身处烟渣，心头依然能开出一朵不染尘埃的白莲。他那种看似疯癫的逻辑，其实是更高维度的理性。在世人眼中，抢亲是恶，但在他眼中，只有这个恶名能瞬间打破所有平衡，让人们在惊愕中逃离即将崩塌的山体。他用自己名声的牺牲，换取了100余条活生生的性命。这种舍弃小我清白的果敢，比任何高谈阔论的慈悲都要沉重。他在那个官僚体制僵化的年代，充当了一个非线性的干扰因子。每当社会这个庞大的机器因为过度严谨而变得冷酷时，他便跳出来，用这种荒诞的、无法被预测的行为，给生活留下一条通向温情的缝隙。他经常在大笑中流泪，那泪水不是为了自己的落魄，而是为了那些在那套严密的伦理枷锁中逐渐枯萎、逐渐失去灵魂的普通人。他发现，当一个人被剥夺了表达痛苦的权利，只能用礼教的微笑来掩盖满心的疮痍时，那才是真正的地狱。所以他必须笑，必须在那严肃的葬礼上笑，必须在那虚伪的庆典上哭。他用这种情感的错位去刺破那个时代的傲慢与偏见。他的那身藏袍子实际上是一面巨大的滤镜，凡是嫌弃这身袍子的人，其实都还没能穿透物质的表象去触碰灵魂。他在临安城的每一个午后，看着那些鲜衣怒马的贵公子从身边驰骋而过，他的眼神里没有羡慕，只有一种深不见底的怜悯。他知道，那些马蹄声碎、金鞭落脑的繁华，终究会像午后的蝉鸣一样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只有那些真正被他抚慰过的伤痛，那些被他用烂泥治好的痼疾，那些在绝望中被他一句话点醒的希望，才会像那井底涌出的木头一样，成为构建人类精神殿堂的基石。他拒绝做诗人，是因为他觉得在这个苦难深重的世界，文字太轻，而行动太重。他那被揉碎的才华化作了随风潜入夜的春雨。他随手在墙上涂鸦的一句顺口溜，往往蕴含着比理学典籍更深邃的宇宙观。他告诉世人，既然天地本就不全，众生本就带病，那么追求所谓的完美，无异于缘木求鱼。他在酒后的每一次踉跄，其实都在模仿宇宙那无常的韵律。他明白，只有当一个人彻底放下了对自我的设定，
彻底打破了社会赋予他的那个人设，他才算真正的活过。李修缘已经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没有名字、没有阶级、没有偏见，只有一颗滚烫赤子心的道济。他这种自毁式的修行，让他获得了一种近乎原始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于对大地的深度拥抱。他在那些贫民窟里，在那些被繁华遗忘的阴影里，建立起了一个没有围墙的道场。这里没有香火的等级，只有苦难的共振。在那个时代的末端，当南宋的运势如同风中残烛时，道济的存在像是一道最后的人性防线。他在提醒人们，无论外在的世界如何崩塌，无论权力如何更迭，内心的那一点慈悲是不该被出卖的。他那种对戒律的冒犯，实际上是对佛法精神最虔诚的回归。他让人们明白，戒律是为了约束欲望，而非囚禁慈悲。如果为了守住一份清规而对眼前的生命视而不见，那这种清规便是杀人的利器。他在西湖边上每一次举杯，其实都是在向这个即将逝去的繁华时代告别。他的酒杯里装的不只是酒，更有对往昔的致敬与对未来的宽宥。他知道，这个民族即便经历了再多的磨难，只要还有这种敢于嘲弄权贵、敢于在泥泞中仰望星空的风骨头，文化的火种就永远不会熄灭。道济在那个时代的退场，本身也是一首无言的诗。他没有选择在钟鸣鼎食中圆寂，而是选择在一次平凡的醉卧后，静静地化作西湖边的一缕清风。他留下的那把破扇子，成了后世无数失意者心中的支柱。他告诉每一个在生活中感到疲惫的人，你可以不完美，你可以有瑕疵，你甚至可以失败，但你一定要真诚。这种真诚是道济用一生的疯狂换来的最高贵的清雅。他看透了那个时代，但他没有选择毁灭，而是选择了治愈。他把所有的锋芒都藏进了嬉皮笑脸里，把所有的清高都磨成了人间烟火。这种大智若愚，才是中国文化中最具有生命力的部分。他的一生是对那个压抑时代的暴力美学，他用自己的破碎拼凑出了一个关于自由的完整意象。当我们今天再次审视这位疯和尚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宗教符号，而是一个看透世事后依然深爱世界的勇者。他在那个充满假象的年代，硬是活成了一个唯一的真相。他让我们明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里，最高级的优雅不是不染尘埃，而是历经风霜，踏遍泥泞之后，依然能保持那份对生命的赤诚与对弱者的温柔。他的僧袍虽然脏了，但他给历史留下的那抹背影，却比任何锦缎都要明亮。他用那一身的烟火气，洗净了我们灵魂深处的虚荣。从此，在中国的文化长河里，除了那些端坐在高台上的圣贤，多了一个可以在街角与你擦肩而过，可以陪你大醉一场，可以为你分担忧愁的邻家兄长。这便是道济留给我们的最慈悲的一卷清雅。在那往后的漫长岁月中，临安的雨依然淅淅沥沥，但每当雨滴打在那些饱经沧桑的石板路上，总有人会恍惚间听到一阵清脆的木鱼声，伴随着几句不合时宜的狂笑。那是道济留给这座城市的呼吸。他早已不再需要那些白纸黑字的文集来证明自己的才华，因为他的才华已经化作了这片土地上人们性格里的那份豁达。那种在遭遇挫折时的一笑置之，那种在面对强权时的不卑不亢，那种在平淡生活中自得其乐的智慧，无一不是他当年揉碎的灵魂碎片。他成功的把自己消解在了他所热爱的众生之中，使得他不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偶像，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他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本质上是一盏不合规矩的灯，虽不辉煌夺目，却能照亮每一个角落里被忽视的灵魂，让他们在那份嬉皮笑脸的庇护下，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尊严。
这种力量跨越了朝代的更迭，甚至在那些最动荡、最干涸的年头，依旧能滋养着人心。道济用他的拒绝，成就了一种更高境界的获得。他用他的丑陋，守护了那份最极致的纯真。在每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瞬间，只要我们能想起那个在长街上步履蹒跚却目光清明的疯汉，那份被我们藏起来的对自由的向往便会重新苏醒。他用一生的行为艺术教给我们最重要的一课：世界或许是假面舞会，但你可以选择做一个最真实的舞者。这就是他看透时代本质后给出的最终答案：以假面迎假面，却以真心待真心。这种博弈不仅是他的救赎，也成了我们每一个后来者在红尘中逆流而上的勇气源泉。愿那把破扇子永远不停息地摇下去，扇走世间的贪婪与伪善，留下那份最质朴、最动人的清风。